这个人的手艺半点没有变化。那不是他的房间，但常见他从那个房间出来。这饭菜还合不合你胃口？伤口恢复的怎么样？你要是无聊，你可以和白灵兽一起玩，他不会再伤害你。好多话想对你说，但我不该说，你也不会再给我机会说。进退失据，原来是这么个感觉。这房间里莫不是有什么奇珍异宝？神青叶，神落星，神观月。这里竟然是供奉上古神灵位的地方。打扰了，诸位上神。
诞生新的神奇了。天道可有赐名？天道赐名行止。行止，好名字。他的使命呢？最奇怪的一次，天道并未给予天启之事。小星矢，我是上古神青叶，以后在天外天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星矢，这是星矢刚诞生出来的样子，这是上古神留下的记忆。还有吗？行止啊，一个玄算比赛而已，一票之差输给青叶，不丢人吧？差了一票，那你投给谁了？我要是说没投给你，你会怎么样？给你看个东西。什么呀？洗洗脑子吧！行止，这个小星矢调皮。来，幼稚。还有吗？啊？供奉上古神灵位的地方，当是极清净之地。把这么重要的地方，随便摆在这样一个屋子里，真的没关系吗？仙界的人是日子过得太舒坦，门口也不知道设个结界拦一下。这儿不能随便进来。我先前没有告诉过你。那我现在出去还来得及啊？来不及。也没什么大事，来都来了，一起过来拜拜。也有好久没人过来看望他们。此处的景色与天外天一样，他们素日里也会排成星宿的模样，不会到处乱走。可能今日见到你来了，他们就跑过来凑热闹，看来他们很高兴。他现在是真的开心。我看到的只有这些灵位上刻的字，而行止看到的却是他曾经的朋友。
一些再也回不来的友人。行止活到现在，已经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活了多少年了。他被3界称为尊神，享最高礼遇，独居天外天，握苍茫星辰，观天下大事。可却再没人能陪伴他左右了。他站得太高，谁都无法触碰。会觉得寂寞吗？为何这么问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但若有朝一日，灵尊、肉鸦、我的将士和下属们，皆变为不能说话的牌位，而我还要一人独自守着空无一人的灵界，我必定是活不下去的。习惯了便好，并且我重责在身。你说的寂寞也好，生死也罢，都不在我的掌控当中。上古神不应该是将世间所有都握于掌心的吗？算是吧，但唯独我自身除外。神因力量过于强大，而不能动私情。我想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况且生与死，也不在我的掌控当中。除非待到我受尽之日，化为天地之气，永驻山河，否则我还不能死。受尽之日，上古神也有受尽之日。自然，万物有生，岂能无灭？虽然我的寿数很长，待到我受尽那一日，我便随天道之力，化为天地间一缕生机，融入到山河湖海当中。神形虽灭，但神力永存，继续守护这万物星辰。既然如此，那这些神明都是寿终正寝，化为了天地间的一缕生机。他们中有3成是寿数尽了，剩下的7成都是在受尽前出了变故，做了有悖天道之事，被剥夺神格，永堕凡世，到人间尝百苦去了。他们神形俱毁，神力荡然无存。他们生前在世间残留的法术也尽数消失了。这些灵位也算是天道仁慈，给余下的人留下了一点念想吧。而我亲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，这里的灵位一点一点的变动。也就是说，顺应天道受尽而去的神明，他的神力还会留存在这世间。但若被天道剥去神格的神明，便什么也不会留下。若有朝一日你出现任何变故，那虚天渊……虚天渊是由我撕裂出来的一个空间。若是我被剥夺了神格，
没有了神力维系法术，它自然会消失。那会有数千头像蝎尾狐一样的魑魅逃出来？不会，它会随着虚天院的消失而消失，但与此同时，灵界也会被虚天院牵连，一同沦陷。为何？哪怕是神，也要开辟出那般巨大的空间，也是极为困难的。所以我借由灵界五行之力，并注入我的神力，方才铸成虚天院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灵界与虚天院便连同在一起，同存共荣。你竟然做出这种不顾及灵界子孙后代的事！若虚天院有任何变故，那我灵界岂不是第一个遭殃？我若不那么做，灵界早就不在了。我知道，在一场战斗当中获得一定的利益，必定要做出这种牺牲。但这样的牺牲，你不能出任何变故，一丝一毫都不可以，必须要给我活到寿终正寝之时。自然，更何况，现如今天位天只有一个神，整个天位天都是靠我一个人的神力维持着。如若我要是不在，彼时天位天倾覆，星石落没，尽数砸在九重天上，必定使九重天塌陷，危害天下苍生。这三界唯剩一个神，没有人能承受失去他的代价。幽兰说的没错，星芷不能出世，没有谁能承受失去他的代价，只因为他早已不单单是他自己了。如此沉重的责任，实在让人难以背负。所以，神力，我不能喜欢你。神君玩笑呢？事到如今，沈丽娜还敢对神君抱有什么幻想？只是神君莫要时不时的撩拨神。当我控制不住，我控制不住想要撩拨你。这个家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说自己责任沉重，不能动情的人是你，现在说出这种话，来牵绊我的人也是你，推开的人是你，握紧的人也是你，你是有毛病吗？应该是有点什么病吧。这算是承认了什么吗？他的话说得如此模棱两可，但背后的意思却那么明确，所有的情绪都该收敛了。可是他说他做不到，那么，既然如此，本王必定会替神君治住这个毛病。这原本也不是我一个人能控制的事情，但没办法，一个身负天下重任的人在我面前耍无赖，那就由我来吧。我碧苍王没有斩不断的东西。那有劳王爷了，还望王爷莫要治标不治本，定不负所托。王爷，
星旨还有一事相托。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。倘若有朝一日我身形消散，留下一个灵位在此，我还希望王爷闲来时能够前来打扫探望一番。为何是我？因为正好你看到了。神君仙寿绵长，沈离怕是等不到那个时候。如果你都等不到的话，那这寂寥天地也未免对我过于残忍了吧？我比谁都清楚，记忆不会保存太久。若有那一日，我希望他能来看看我，常看看。总会记得久一点。若是他早早把我给忘了，那我该多寂寞。哼，这偌大的仙界，还能给我饿死不成？这仙界的桃也不大呀。我们仙界的桃确实是不大，但是又香又甜。王爷若是不信，可以随便尝尝。这是让我随便吃的意思？你随便吃吧。这幽兰如今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想借着这几个仙桃噎死我不成？还是要陷害我，偷拿仙果？哎，你们幽兰仙子给的东西，拿了不算偷吧？王爷说笑了，既是神女给的，自然不算偷。这仙界的酒，进到未免也太大了。糟了，百花宴开始了，我代表灵界来的，迟到了那可是个大笑话。这家伙竟然也不叫叫我。算了，最好连同事的情分也不要有。哼，这就庆祝上。
神君鲜少来拜马宴，啊，神君，请上座。这白玉饮太冰了，我就不做了。神君何时怕凉？你们看到那是哪家的作家？看起来真威风。不知道啊，真的好漂亮。这是什么？真是威风啊！这怎么了？竟如此强大。若不是凤凰天生火性，或许在我接住这压力之前，便已被灼烧为灰烬。啊！天君，有火光，往西院去了，已经烧起来了。西院，西院供奉着上古神的灵位，碧苍王也在西院。神去哪儿了？这是？走。 本王在此，谁也休想损诸神一分威严。行止与仙界那些处置不和，如此重要的地方，竟不知设个结界护卫一下，而且事发这么久，他们就没有谁看见这里不对劲吗？ 仙界这些闲人，当真是说他日子过久了。他日若是灵界攻上仙界，不消一天，就能让这群酒囊饭袋俯首称臣。我愿不能理解
天道为何不许神灵生求？如此强大的力量，若随心所欲，始于私情，那天下岂不大乱？沈离，你不想活了吗？死不了，只是我有点累。你为了这间破屋子，把自己逼成这样，你怎么想的？我总不能让你一点念想都没有。你当真是在帮我控制？神君，别过来！我现在就带碧苍王去疗伤。奶奶，和神君比起来，平日看起来那般强悍的碧苍王，竟是如此娇小。沈离也有脆弱的时候。火袭仙界，简直胆大包天，务必彻查。是。3天过去了，天兵派了一队又一队，火攻这么严重的事儿，居然还没查出来。看来如今的仙界真的是悠哉的太久了，众仙家也真是散漫成性了，是该整肃一番了吧？回禀天君，回禀天君，调查西院被袭一事已有进展。快说！臣等循着行止神君扔回去的火球，在北边一隅发现了侵略者的行迹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那处已无一生者。人家躺在那儿让你们查，你们居然还查了这么久。微臣惭愧。继续说，到底是谁有胆量敢来袭击我们仙界？北海一族。北海一族，他们一向是性情温顺的一个族群，千万年来从未挑起过战争。这次发了疯的袭击仙界，背后定有隐情。无远，在，立刻去北海一探究竟，速去速回。是。啊，看来芙蓉这次真是花了点心思在沈离养伤的地方。皮外伤而已，何须养那么久？简直是浪费时间！你让我出去？伤没好以前，哪儿都不能去。
那些天火根本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。主要是我此前进了洗髓池，被洗去了灵力而已。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哼，若不是房中灵位之气一出，无知友人们以神力护住你的心脉，你还能像现在如此大声地跟我讲话吗？如此，竟是那些灵位之力露了出来，护住了我。这些上古神也真是神奇，都已经毁得只剩下一个牌位了，却还要抽空护住个把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神君。下次去祭拜的时候，替我说声多谢。另外，既然当时我已经被护住了，那就说明我已经没事了，我可以出去了。不行。你关着我做甚？你非要出去做甚？啊？已经3天时间了，仙界却还没有捉到主谋。说什么派人去探查消息，就算是前天出发的，这2天从仙界往北海也能跑10几个来回了。难不成这探查消息的人是栽到水里迷路了不成？怎么办事的？该着急的人不着急，你在这儿瞎着什么急？我再被关下去，我就差瞎了。换做往日，我定要提枪剿了那群混账东西的老巢。我看你啊，是挨欺负了，心有不甘，想讨回来。你不准走，